三丫呀，你死得好惨呐！三丫呀，放心吧，娘一定不会放过害你的人。陆五郎，你就算不想娶三丫，你也不能推她下河，害了她的命啊！你还我们家三丫的命了你！这会儿，乔也有了原身的记忆，也大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说话之人是原身的后娘胡氏，这人天天搓磨原身，现在就是猫哭耗子假慈悲，听着都假。原神5岁时落水，救起来后就傻了，但是天生力气大，从小就被极品一家人压着干活。后娘口中的陆五郎是原神今天要成亲的对象陆勺。原神的爹之前在路上遇到中暑晕过去的陆勺爹，将其送去医馆。于是陆爹就说：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就让勺儿娶了乔爷吧。陆郎，你杀了我妹妹就得受到惩罚。所以这家伙才是罪魁祸首，这会儿却不要脸的贼喊捉贼。咱们将陆五郎送去陆氏宗祠找族长，可不能放过他。哎，对，把他抓起来，将他送去宗祠。他不想娶傻子当媳妇儿，所以故意推乔叶下水。我们赶来找乔叶的时候，刚好在不远处亲眼看到他推人呢。姐，你告诉他们，我有没有推乔叶下河？我不是的，不是那样的。他姐都没法昧着良心说他没推。我们可是亲眼看到，就是你推三丫下河的。陆五郎，你不要再狡辩了，更别想开脱。走，去见你们族长。果真狡猾，那么多人证，想要洗脱嫌疑可不容易啊。我没推乔叶下水，更没杀人，所以咱们还是直接去见官吧。先去陆氏宗祠啊！你们族长若是说要见官，我们再去衙门。他杀了人，要是去衙门被判了罪，可是会连累咱们村的名声。大家伙快将他抓起来，先押着去见族长。不是他推的我自然不能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，让无辜的人被冤枉。你也是可怜人，以后我会把你当妹妹一样的。哎呦，诈尸了！哎呦，他竟然活过来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刚才这死丫头都断气了，这会怎么又活了？喂，你到底是哪里来的精怪，竟然附身到了我妹妹身上？刚才她明明已经断气了，大家快把这个精怪抓起来，沉塘或者烧了！明明就是你们故意逼我下河去抓鱼，我才溺水的。你胡来陷害陆五郎不成，却又要害我，你怎么能这么心狠手辣？我可是你堂妹啊！难不成她真被什么精怪附身了？我妹妹可是傻子，从来没有这样正常的说过话。你这个精怪别装了，快，大家快将这个精怪抓起来，不能让他祸害村子。你大胆！我5岁时落河被河神收了一魂，当他老人家的童子侍奉身侧，如今再次落水，并且溺亡。他老人家看在我这些年侍奉的不错，不但将我这一魂放了回来，让我还阳，还赐了福。你竟然敢怂恿村民要害我，这是要公然和他老人家作对吗？这才是想要祸害全村吧？你骗人！你不是三丫，你将我的三丫还回来！我就是三丫，绝对没有骗人，如假包换。那你怎么证明呢？我是缺了一魂，所以之前才会像是傻了一样，但曾经听过的话，见过发生的事，我可都记得很清楚。你前天和镇上富户家的儿子鬼鬼祟祟的商量着，我看那人还塞了银子给你。10天前你伙同村外的人偷了阿大叔家的狗，杀了吃掉。1个月前还有你，前2天你背地里还和大伯母说奶奶太偏心，像小姑这样又懒又馋，更不讨人喜欢的赔钱货哪里有资格吃鸡蛋，以后怕是都嫁不出去的。5天前你还说，又说了不少这个后娘之前怎么编排嚼舌根原身的极品奶奶、极品小姑以及替她村妇的话。哼，她当然是故意的，原身在家可没少受这个后娘的打骂虐待，现在她先收点利息吧。哎呀，好啊！你这个贱蹄子，还敢编排起老娘来了！这个二嫂也太过分了，看我不揪死他！背地里面竟然这么诋毁我！他要不是乔三丫，怎么可能知道乔家那么多详细的事儿？哎呦，就是啊，乔家干的这些事儿吧，我看呐，这乔家背地里没少干缺德事儿。
让人揪住把柄了吧？这个祸害怎么不掉河里直接死掉啊？你胡说八道，才没有谁给我银子，我更没有偷过狗。那人给你的银子，你藏在了后院的那棵柿子树下，你不交公而想独吞。我还看到了你和人吃了狗肉，就埋在了村外那个土坡脚下。想要证明乔叶的话是不是真的，去找一下他说的地方，挖开看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或者说他也遇到什么奇遇了，重新的活了过来。毕竟他能重活一次，乔叶身上也能发生很多可能，这些都是无法解释的。不过现在乔叶是站在他这边的，他自然也不能让他孤军奋战。哎呀，说的有道理啊。对，有道理。去这2个地方挖开看看，不就知道了？死丫头说的全对，真是着魔了。你占了我堂妹的身子，所以才知道这些的。你说你曾经侍奉过河神，那你怎么证明呢？你要是能让他老人家显灵，我们就相信你。还请河神大人最后帮我一次，显露个神迹吧。他用袖中的小镜子对着太阳，将光线反射到河面上，看到小彩虹出来。多谢河神大人显灵，我以后一定供奉您老人家的灵牌，天天为您上香。拜见河神大人，拜见河神大人。原来这丫头在装神弄鬼。赌对了，河神他老人家已经显灵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没有要说的。这死丫头怎么就有这么好运呢？哎呦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个山鸭落水救起来变傻之后，曾经有一个高僧路过，并指点说他落水变傻，那将来也可能落水而有大造化。现在看来呀，真应了那位高僧的话了。对，我记得。是啊，真应验了。确实如此。乔有福，你这是想带大家去挖那2个地方了吗？奶奶的，这死丫头不傻了，眼睛还好厉害。今天可是你成亲的大喜日子，我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吧。你还记得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呢？可你之前伙同乔家其他人害我时，可没这么想的，逼我下河去抓鱼，就你蹦跶的最欢。要不是河神大人救我，我已经被你害死了。你还故意诬陷陆五郎，我看你才该被送去送官。我哪里逼你了？我确实看到河里有鱼，不过是告诉你，你自己就跳下去要抓。明明是你自己跳下去的，又不是我推的，所以才不是我害死你。再说，你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？你可别想狡辩，更别想开脱。今天必须去见官。虽然你没推我，但却是导致我落水差点溺亡的罪魁祸首。你还要诬告陆五郎，所以你有罪。大家一起将乔有福送去见官，可不能让这等心狠手辣的人继续逍遥。连亲堂妹都要害命，用来陷害堂妹夫，这样的人就是毒蛇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咬村里的其他人一口。大家都别忘了啊，他还会偷狗吃呢。也不知道在我没看到的时候，他还有没有偷过村里其他人的东西，害过其他人。他才是村子里的祸害。这乔有福连堂妹和堂妹夫都要害，简直太毒了。而且阿大家的狗是养来打猎的，之前突然不见了，损失可不小啊。对，将乔有福送去见官。不，你们不能送我去见官。乔叶，我可是你堂哥，你别害我。奶奶娘，快救我呀！哎呦，你们干嘛呀？快放开我孙子！哎呀，快去叫人呐！哎呀，你们快放开我儿子！放开我儿子！哎，三丫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竟然敢害你堂哥，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了？大伯母，你这话应该是说你儿子吧？他连亲堂妹都害，才真的没有人性。是非公道还是留给县官大人去断吧。傻子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这仇我会帮原生报的。哼，他还要借这件事儿和乔家极品亲戚们断了关系，隔着原生一条命，他和乔家人没有和解的可能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赶快让这些人放开有福，否则老娘非得打死你不可。行，那你打死我吧，你看会不会惹怒河神大人？到时候要是河水泛滥，将整个村子都淹了，你可就是害了全村的罪人。哎呦喂，这乔家人也太毒了，瞧瞧给这孩子打的，这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反正这些年要不是我命大，早就被你们和后娘打死了。家里地里的活我干了大半，却从来没有吃饱穿暖过。要是还这样继续活着，我真不如死了算了。行，既然你们要这样逼我，那我就去请河神大人做主，我不活了。乔三丫才被河神救了还阳，这要真让他再跳河死一次，河神大人发怒，让河水淹了村子，
咱都完了。哎呦，快拉住这丫头啊！哎呦，怪可怜劲儿的，快拦着呀！明明是你孙子的错，你做甚要打死三丫？看看三丫手上都这么多伤，那身上肯定也少不了的。哎呦，这乔家真是作孽呀！是啊，三丫干活那可是一把好手，还被打成了这样。哎呦，真是可怜啊！乔老太，你们这心也太狠了。你们自己坏和作孽，可别连累了我们。呸！我打我孙女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是不关我们的事儿，但你就不怕惹怒了和珅大人降罪吗？哎呀，老二呀，快管管你家三丫呀！他要让人送有福去见官，可别埋我这个奶奶狠心啊！三丫，你太不像话了！有福可是你亲堂哥，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呀？赶快让人放了你堂哥！爹，堂哥比我下河，差点害死了我。你不怪他，反而一来就责怪我。这些年来我被他们暴打欺负和天天饿着，你都装作没看到。现在我不过是想去县令大人那儿求个公道，你却指责我不像话。你到底是他爹还是我爹？哎呦喂，这个后娘啊，太心狠了。就是他吹的枕边风，才让乔二牛不管女儿。三丫，这事是你大堂哥的错，但咱们是一家人，哪里有隔夜仇的？你这不还因祸得福了吗？你放心，等回家之后，我一定好好教训幼福一顿，给你出气啊！咱们就不用闹去衙门了吧，否则多难看呀，对你的名声也不好。对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有事关起门来解决就是了，别在外面丢脸了。路上我也听大丫说了事情的经过，有福看到于月，你那会儿还傻又馋，自己跳下河去的，也算不上是他害你。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有福可是你亲堂哥，他平常对我这个叔叔很尊敬，对你也不算差。你这丫头别胡闹了，有什么咱们回家慢慢说。爹，你说乔有福对你很尊敬，对我还不算差。可那天乔有福和人吃狗肉的时候，却和村里的人说，你和三叔就是乔家的两个大傻子，自己有儿子不供，却供着他这个大房侄子念书。特别是爹你，他说你不但傻还很蠢，竟为了省钱给他隔了个房子的侄子念书，让亲儿子服兵役，还不知道你儿子能不能活着回来呢。乔有福还说，虽然他书念得不好，却要一直混下去，不想回来当你们这样的泥腿子。你们还傻傻的想要他回报，简直就是做梦。只要好好的哄着你们两个傻子，他以后不用担心要怎么过日子。你们不但得供他念书，还得帮他养媳妇和儿子，然后其他人就很羡慕乔有福有这样的两个冤大头叔叔。所以爹，你和三叔真像我以前一样，也是傻子吗？这个死丫头嘴不把风，竟然什么都往外说。我没有说过这些话，你别瞎编啊！你以前是傻子，哪里记得了这么多事？有福说没有说过，你肯定是听错了。爹，像是乔有福说的，你果然恨不得我们兄妹去死。我没说过，你别乱编。乔有福都将你当傻子蠢货玩弄，你还是选择相信他，而不相信我这个为了让你高兴而自愿在乔家当牛做马的女儿。爹，你太伤我的心了。既然今天是我出嫁的日子，那以后你就彻底将我这嫁出去的女儿当作是泼出去的水吧，再也收不回来。我以后也不再去乔家烦你，碍你们的眼，咱们以后就断绝来往吧，否则我还不知道要被乔有福他们害多少次呢。发生了今天这些事情，你还愿意娶我吗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当然愿意继续娶你，只要回陆家，咱们拜了堂就是夫妻。我就知道五郎你不是那等狠心之人，我亲爹恨不得我去死，哥哥去当兵生死未卜，随我的依靠就只有你了。什么叫亲爹恨不得他去死？什么叫哥哥生死未卜？这意思还是怪我这么反复的强调，生怕村里人不会误会我吧。这死丫头不会说话就别说。放心，以后你是我的妻子，我自然会让你依靠。
我是河神大人救的，曾经还侍奉过他老人家，要不我们当着他的面拜堂成亲吧，也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。哦，对，让河神大人当你们的证婚人，让他老人家也高兴高兴。这是应该的，相信河神大人也高兴看到你能成家。只是在这里拜堂，不知道我爹他们会不会有意见或者不高兴啊？能让河神大人当你们的高堂见证人，你爹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有意见？就是，换成我们家要有这样的喜事，绝对高兴。放心吧，啊，到时候啊，我们去和你爹说这事儿，保管他不会说什么。他绝对还会很高兴，你们能得到河神大人的见证和赐福。好，那就有劳各位做个见证，再帮忙去和我爹他们说一说。放心，有我们的。你们快拜吧，我们也都能沾沾喜气儿。这死幺蛾子真多！你们要是不嫌弃，我来帮你们唱礼吧。当然不嫌弃，那就有劳大娘了。五郎，你们愿意就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一拜天地，天长地久；二拜河神大人，四季安康。哎呦，河神大人又显灵了！他老人家果然高兴的。拜见河神大人！这个死丫头不但能嫁给陆五郎这个全村最俊的读书人，还得到了河神大人的庇护。就这么恢复正常，怎么就那么好运？好运怎么总给他呀？为什么当初去给河神大人当童子侍奉的不是他们呀？多谢河神大人，您的大恩大德，乔爷会记一辈子的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以后都要拉着您老人家扯大旗喽。夫妻对拜，百年恩爱。难得遇到个同样悲催的人，彼此做个伴都是也不错。李成，你们现在是正式夫妻了。相公，现在我就是你陆家的人了。娘子，现在你就是我陆家的人了。那现在就麻烦各位，将害我娘子又诬陷我的乔有福送官吧。对，还请各位将乔有福送官吧。对，将乔有福送官，不能让他继续祸害三衙河村里了。奶奶娘，乔有福自己做错了事，本来就该受罚，你们别瞎掺和，否则那就是和全村作对，结果不是你们能承担的。不错，今天乔有福谋害堂妹，还要诬陷害我陆家的儿郎，怎么也要去见官。对，这事儿咱们村子解决不了，还是见官吧，可别让河神大人不高兴了。哎呀，有福啊，有福，我的儿啊！哎呦，奶奶大孙子耶！哎呦，对了，为了证明我娘子的话，我也怀疑乔有福谋害我们有幕后主使，所以咱们还是先去乔家的后院，将那钱袋子挖出来，一起带去县衙。到了村口的时候，再将狗骨头也一起挖出来，让阿大叔家确认一下。这小相公还挺腹黑的。哎呦，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！哎呀，这可咋活呀？活了大半辈子，活了个熊样，这个挨趁到的。你们想抢就来啊，到时候谁抢了，就一起以抢劫罪送官，刚好大家都可以作证。对，我们作证，谁抢就一起送官。对，一起送官。哎呦妈嘞哟，这可是要了我老太的命喽！你们这些狗杂碎，那祖上就是狗娘养的，欺负我个老太婆！哎呦，奶，你孙子偷杀了阿大叔家的狗，你还要骂人家祖宗，这不好吧？你们别还想去挖人家祖坟吧？哎呀，这种事情他们家还真的能干得出来。哎呦，你闭上你的臭嘴！你家祖宗才！你要是敢对我们家的祖坟下手，我们不但要去将你们老乔家的祖坟给刨了，还要去将你们家给拆了。打得好，就欠打。对呀，往死里削他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死丫头，你让人来欺负你亲奶奶，你这是丧了良心不孝的东西！奶，我这是帮理不帮亲，你要不骂人家祖宗，要挖人家祖坟也不会被挨打啊。要是你们的祖宗被骂，祖坟要被挖，你们能忍吗？是啊，不能忍呐，怎么可能忍呐？打得好！
挖人祖坟这么缺德的事都能做得出来，难怪能养出乔有福这样的祸害。你们欺负人，都是你这个小贱蹄子害的。乔爷已经嫁到我们陆家，可不是以前了，还能随你打骂虐待。乔也不孝呀，这个死丫头，联合着外人欺负我这个老太婆。哎呀，我不活了！你们骂吧，我也是村子里的一份子，怎么都不愿意看到别人家的祖坟被你们挖了。哎呀，那您老还活着干嘛呀？我要是你呀，我就早点去见祖宗。就是啊，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，缺大德了。陆家，哎呦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？这乔家人也太过分了呀！怎么会这样？那个小贱种竟就这么逃过一劫，真是可恨。那傻子不但变正常了，还得到河神的庇护，成了有福之人。这不是便宜那个小贱种吗？要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啊就不该将两人凑成一对儿。乔家真是欺人太甚，我去县衙看看。乔家也是过分，当我这个秀才是摆设吗？哎呀，我也是担心五郎和他媳妇儿，咱一起去看看吧。以后你要是有了意中人，或者不想和我继续一起生活，你记得告诉我，咱们就和离就行了。好，你也一样，如果不想继续生活了，就告诉我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现在咱们成了夫妻，也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你跟我说一说你们家里情况，我好知道该怎么应付你家里人。我爹和玉婉之年轻的时候就彼此爱慕，但那会儿呢，陆家很穷，玉家看不上，于是将玉婉之嫁到县城一个开杂货铺的人家。她丈夫死后没多久，她就被小叔子夫妻赶出家门，没办法，带着一双儿女回了娘家。没多久之后，我娘就生病去世了。接着我外公也病逝了。我爹为了不让人说闲话，守孝了1年才娶玉婉之进门的。哼，还对外称是为了我才娶了带孩子的寡妇。实际上他们早就已经勾搭在了一起，是再续前缘了，关系亲密着呢。这件事情陆家其他人和村里人都不知道，只有玉婉之母子和他娘家少数人才知道。我爹更是爱屋及乌，对玉婉之带进门的一双儿女很是重视和疼爱。我这个亲生儿子是远远比不上的。我爹这个人很伪善，表面上很关心和重视我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真心。你刚才提到2年前的事儿，我要解释一下。有一天他继妹抓蝴蝶从假山上摔下来，陆少刚好路过将她扶起来，然后他爹和玉婉之就出现了。哎呦，这是怎么摔了呀？是我不小心摔的，不关我哥哥的事儿。可我爹却因此认为是我导致继妹摔下山的，要让我罚跪。我没做过的事儿自然不会承认，于是我咬死都不认罚。我爹气怒不已，就亲自拿棍子打了我一顿。过了2天，更直接把我送回乡下老家。因为怕影响继妹的名声，我爹就和家里人说是我顶撞了他，他要让我长点教训受惩罚，这才送回老家的。你这真是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，为了妓女给你身上泼脏水。哎呀，你爹呀也是个极品人渣。而我姐姐，我曾经很信任也很护着她，我们也关系很要好过。不过现在嘛，你之前看到了，村里传他和继母关系很好，这个看来是真的吧？玉婉之才进门的时候对他表面上很不错，后来他侄子来过家里2次，我姐自己就看上了，主动找玉婉之说想嫁，玉婉之就毫不犹豫地促成了2人的婚事。我那个姐夫呢也在读书，我爹可没少因为玉婉之而照顾。那看来你姐和后娘是有了共同的利益，所以她选择站在了你的对立面。是，所以你以后不用管她，想怎么对待都随你。没事，那些都过去了，以后你好好考科举，只要一步一步高升，这日子过得越美啊，就能让他们眼红嫉妒，痛苦后悔，天天难受死他们。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，这小媳妇儿莫不是上天送来补偿我的吧？那其他人呢？其他人就和你听说的差不多了，不过他们呢也都是坐在表面上的针对，没有帮过我什么，除了会对外编排一下我，家里给我甩甩脸子，倒是没有下手害过我。我以前是住县城的，回了村子几乎每天都要去镇上读书，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，没什么感情。老陆家的人呢，用你的话说，其实也都挺极品的，所以会被玉婉之收买，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也挺正常。你爹一家是靠什么生活的？你外公留下的财产，他们看上去还挺富有，
不但是有马车，逢年过节还会大包小包的买东西送回来。我奶就很极度羡慕这事儿，没少在家里骂几个儿子不成器。我外公和我娘留下的财产主要是现成的房子、马车，还有一个商铺。银子留给他的虽然不少，但我爹却考了2次举人，平常吃穿用度也并不省，应该花去大半了。他们每次大包小包回村是真的，可离开的时候呢，这些东西又会被他们带走大半。不过这个呀就没有让外人知道了，历来都是做做样子给村里人看，营造一个好名声，哄一哄陆家人罢了。哦对了，我念书的花费自从我回到村子里以后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出的，除了曾经我外公留给我的一些积蓄以外，都是我抄书和写画本赚出来的。哎呀，你爹真是渣的可以呀，雁过拔毛做的还挺溜哎。你爹和后娘会想将我们分出去单过吗？除非我被污了名声，比如之前被诬赖把你杀了，否则他们是不会分家的。他们一方面呢见不惯我，一方面也不想我脱离掌控，而且就算分家，他是我爹，在孝道上还是压了一头，并不是就能全断了的。他要是告我不孝，坏我的名声，对我也有不利。那你想分家吗？你嫁给了我，陆家人肯定会被玉婉之收买，挑唆着想欺负收拾你。我在家里的时候能护着你，可我呢还需要继续出去读书，就怕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好对付他们一群人呢。那其实要分家也不错，你不用受他们的委屈，也能更自由一些。不，我觉得分家对我们来说反而不是最有利的，而且还挺吃亏。不利？吃亏？分家了，你爹还能用孝道继续压你。他这个人很会伪装，现在对外还是慈父形象。所以就算是分家了，他会提出什么要求，或者是后娘作妖，咱们要是反抗或者抗拒，那就是不孝，对名声会有碍。你不读书倒是无所谓，但要是科举入仕，这名声就很重要。而且他们利用陆家人赚钱供养，一直趴着吸血，这也太便宜他们了吧。你爹能用孝道压你，我们也可以啊。你那战斗力很强的极品奶奶可还活着好好的呢。所以我觉得咱们不分家，反而是要让你奶他们主动把你爹和后娘一家分出去，还要撕开他们伪善的嘴脸，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真面目。这些极品亲戚用好了就是一把好刀，专门扎你亲爹后娘。你奶奶虽然重视和宠你爹，但和你后娘却是对立的婆媳关系，这不忠不孝的玩意儿，不分他们出去，那分谁出去？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，对我们呢也最有利。不过要想让我奶奶和其他几方人放弃我爹那一方而站在我们这边，可不是那么容易啊。重视和疼爱投入那么多年了，放弃了等于打水漂了。哎呀，这世界呀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就有永远的利呀。只要咱们给的利益足够，不怕他们不重新站队。放心吧，这些就交给我就好了。你的任务呢，就是好好读书，考过你爹，要是能出仕当官最好，然后为我撑腰。好，那家里就靠你了，我去外面拼，以后当你最坚固的靠山。你识字吗？认识啊，在侍奉河神大人的时候学过。除了认字外，我还学到了一些赚钱的法子，所以才敢说要用利益打动另外几方，让他们上咱们的船。那为夫以后可就要靠娘子家里家歪一把抓了。我会是个很好的贤内助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很放心。五郎，你没事吧？见过父亲，我没事。您怎么在这儿？我听大郎说了你被陷害的事儿，就和你娘他们急忙赶来看看。我们坐马车，所以和你们错过了。哟，这位是我媳妇乔叶，也是您的儿媳妇。公公好。你们还没有拜堂成亲，这声公公我可不敢当啊。他为之前的事情生气了呢，你们不是说他高兴还来不及吗？那是你公公不知道你们能有多大的福气。听着大娘们大婶们你一言我一句的为他好。哎呀，这些蠢妇真是不知所谓。各位误会了，五郎成亲能被河神大人见证和祝福，我相公自然是高兴的呀。就是我们比较遗憾当时不在，还一直在陆家枯坐等着他们拜堂呢。当时河神大人显灵，大家让我们赶快拜堂成亲，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，否则要是惹得河神大人发怒了就不好了。我们年轻啊，什么都不懂，所以也不敢违背，都是听大家的。哎，不过母亲你要责怪的话就责怪我吧，不关大家的事儿的，他们也是好心。哎呀，之前拜堂成亲都是大家出的主意，为的就是让河神大人高兴，也是为了陆家好啊。这可是天大的福气，我们在帮你们接呢。哼，那些所谓的福气是给那个小贱种的，我有什么好高兴的？哎呀，我们也没怪他们，就是觉得遗憾，
主要是没有在家拜堂成亲嘛，乔叶嫁到我们家来，也就名不正言不顺呀。我这是为他们担心呀。原来我后娘说的都是真的。什么是真的？啊，真要说吗？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就说说吧。那我就说了呀，这可都是我后娘说的，我只是转述。我后娘在家里说我后婆婆不安好心，我要是进了门肯定遭她下马威和被收拾。我后婆婆是个不要脸的狐妹子，一个寡妇把我公公勾的魂都没了，自己的亲生儿子不放在身边养，被继妻吹吹枕边风就送回了老家，反而对后娘生的2个野种贴心贴肺，比亲生的还好。不但吃喝比亲儿子好，就连读书都供着上县城最贵最好的学堂。那陆清荣还是秀才呢，还没他男人这个村汉聪明。我后娘还说，后婆婆就是那种蛇蝎毒妇，吃绝户占了人亡妻家的那么多好处，还要嫌弃人家的亲生儿子碍事。哎，可惜村里人傻，还信了他平常那装模作样的慈母模样。要真这么好，怎么他自己的儿女养得像是公子小姐，继子却被丢到了乡下自生自灭，连读书都要自己挣钱教书修。还有我公公，这要是放在那京城的大族里，还有戏文里演的，他呀就是那种宠妾灭妻灭儿的斯文败类，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，他是后娘，所以最懂后娘了。他早就把我后婆婆这毒妇啊看透了呢。陆清荣气的倒仰，自从他走上读书这条路后，名声一直都是营造的很好。这个死丫头说这些，完全是当众诋毁他名声啊！你放肆！你简直就是不孝！这丫头，我们可是你的长辈，你竟敢这样编排！你这样的儿媳妇，我们还真是不敢认。这样的指责和诋毁，我没有错过，更不会认的。这可是我后娘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，你们干嘛骂我啊？我刚都说了呀，说出来不太好，可你们非要让我说啊。谁让他非要说了？这个死丫头肯定是故意的。你们要怪也应该去怪我后娘，怎么给我安了这么个不孝的罪名呢？这我可不认啊！我后娘说这些话的时候可不只是在乔家说过，那还和关系好的婶婶们说过呢。不信你们可以去村里好好问问，我之前还不信呢，不过这才一见面，后婆婆就打着我们好的名义不认我这儿媳妇儿，还要害我的名声，说我不孝。唉，肯定是我太有福气了，你们不乐意让五郎跟着我沾了这福气，所以不想让我进门，不然怎么就一直揪着拜堂成亲的事不放，不承认我这个儿媳妇的身份呢？所以大娘大婶，我后娘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以前是傻子，只听他们说，还真不懂这些。现在公公和后婆婆一见面就这样欺负撵我，这不就和我后娘说的一样了吗？唉，我真是好委屈，好难受。怕什么呀？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你的福气呀，还在后头呢。就是，你后婆婆再毒，这不还有和珅大人庇护你的吗？这些村妇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后婆婆有毒啊？我哪里有毒了？哎呀，真是太憋屈太难受了。关键他还不好开口解释。三丫啊，你后娘因为之前狮子大开口要聘礼，咱们家拿不出来没同意，所以他就记恨上我了，这才故意在你面前诋毁我的，目的就是要挑拨咱们婆媳关系啊。我自从嫁入陆家以来，对梅儿和五郎视如己出，将他们当作亲生孩子一样教养。我真是没有想到背后会被人说成这般，这样诋毁污蔑，我问心无愧，只怪那乔虎是嘴里不积德，还想挑唆咱们婆媳关系，太过恶毒。三丫，是啊，爹和娘对我们兄妹一直都很好，继母就像亲娘一样，对我们一视同仁，更甚至对我们关心优待呢。那嫉妒我娘黑了心的人，胡编乱造诋毁的话，大家可别信呀。我后娘说，看一个人的打扮和气色，就知道过得好不好。大家看看，我后娘说的对不对啊？哎呦，难怪要送继子下乡，不然怎么将他儿女养得这么好？难怪人家都说这有了后娘就有后爹呢。我将五郎送回村，只是因为他顶撞忤逆我，和其他人无关。
你们别听乔爷胡说八道。爹，曾经那件事情呢，牵扯到继妹的名声，您非要我说出来是吗？我到底为什么会被送回村子里？母亲和继妹想必最清楚。这个孽子，这个小娼妇！陆勺和这傻子不断的对我娘泼脏水，这不是坏我娘的名声吗？让五郎回村，也是想锻炼他的心性，并替我在娘身边尽孝。谁知道却被无知村妇胡乱编排诋毁，我问心无愧。我爹当初也是为了五郎好啊，这才将他送到乡下的。五郎身体不太好，去考童生2次都病倒了，没有考完。我爹送他回乡下，也是想让他和其他堂哥堂弟们一起多动动，看他现在身体不就好了很多吗？五郎，你别听别人怂恿挑唆，误会了爹娘啊！你快和爹娘道歉。我更是问心无愧。算了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相公，没关系的，他们在县城是一家人，咱们在乡下也是一家人。我还有娘子呢。这位大姐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竟然忘了这一身穿金戴银是怎么来的，那以后可就别来吸我相公的血。他这穿金戴银是怎么来了？难道不是夫家给的吗？或者是你公婆补贴的？乔有福那天吃狗肉的时候和人说，之前看到好几次我相公给他大姐送银子，说我相公太傻，不但念书要自己种书修，还要补贴姐姐。人家和后娘一条心，私下补贴了那么多，这钱给出去完全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换成他的话，还不如自己拿去逍遥自在呢。这死丫头还有完没完啊？怎么又扯到了我身上？看来还真被你说对了，我相公之前不知道有的人是喂不熟的，所以啊，他确实还挺傻。我谢谢你的夸奖了。相公，之前在河边你被乔有福陷害，你亲姐姐也没有站出来帮你说一句话。我刚听接亲的人说，是他中途叫你去河边的，他又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呢？这不就是为了他们县城那一家欺负你这个乡下的弟弟吗？要是我没有被和珅大人救，真死在了河里啊，那你不就会被他们诬陷冤枉，最后还不知道会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呢？如若被陷害冤枉成功，我以后就不能再考科举了，更无前途可言。姐，你之前和我一起到过那个河边，亲眼看到我跳下河救人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为什么之前不帮我作证呢？难道你就这么想让我这个亲弟弟往后再无前途？不是那样的，你是我弟弟，我怎么可能不为你作证呢？我原本想着去族长和族老们面前再说的呀。你要是早点出来解释作证，又怎会去闹到族长和族老们面前？这位大姐，你是将我相公当傻子，还是将大家都当傻子？我没有，我可是五郎的姐姐，你怎么这样诬赖我？你也真好意思说自己是五郎的姐姐，我相公摊上你这么个狠心的姐姐，那可真是够倒霉的。以后我们可不敢再和你来往啊。好，我以后都听娘子的。五郎，你就任由他这么欺负姐姐吗？我媳妇儿是为了我好，我和她现在才是一家人，她说的也是我想的。姐姐既然已经嫁到玉家，那就是玉家家妇了，我家的事儿你还是莫要再管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我可是你亲姐姐。那在湖边的时候，那会儿你知道你是我亲姐姐吗？五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不是还要送乔有福见官吗？再耽搁下去，县衙可就要关门了。哎，对，先办正事要紧。乔兄，你回去之后还是好好管一管妻子吧，这样口无遮拦的胡编乱造诋毁，太过了。这都是我家那丫头瞎说的，你们别当真。爹，偏心后娘就拿亲女儿背锅，这样昧良心的话真说得出口。不过看你们俩倒是很有共同话题，毕竟情况都一样。哎，难怪关系那么好，还惺惺相惜的结为了亲家。这个死丫头一张嘴就没好话。不过两人都已经领教了，乔爷现在真是伶牙俐齿，所以虽然憋屈难受气愤，却都忍着没有再接话，否则还不知道他又说出什么惊人膈应的话。我媳妇儿这张嘴啊，真是有理不饶人，我喜欢。报官之后，县太爷很快升堂。大人，我要状告乔有福诬陷
以及故意谋杀我妻子。大人，乔有福杀我们家的狗，我要赔偿。堂下之人乔有福，你可认罪？我当时真看到河里有鱼，就说了出来，不是故意害堂妹的。阿大叔家的狗，我承认是我偷吃的。大人，给乔有福钱来的人是我的同窗，还和我有仇。主要是我无意间听到他们说一件事，他可能想借刀杀人，将我除掉。这不过是你自己的想法而已，你有证据吗？就凭认出一个钱袋是谁的，可不能证明对方收买乔有福谋害你们。可是这个消息关系重大，还请县令大人明察呀，和您有关，涉及到人命，得要好好查查才行。娘子，你带上大家去这条街的酒楼吃些东西垫垫肚子，我还有些事儿，一会儿再过去啊。哎呀，不用破费了。就是也没帮啥忙。这陆五郎啊，果然是个好的，是个知恩图报的君子。哎呀，就是啊，多好的人啊！你听到了什么消息？这就不劳父亲您操心了，大人现在还在后面等着我。父亲您有什么话，要不以后再说。见了大人可别胡乱说话，否则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。父亲放心，这件事情连累不到您的身上。这孽子说的什么话呀？相公，现在该如何是好啊？先出去等着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相公，那连家势大，五郎要是犯浑胡乱攀扯就麻烦了。而且听连家小姐的意思，她会对锦儿以身相许来报恩呐。这个孽子被那个傻子和村民一捧下怂恿，都飘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只希望他别脑子发热乱来，否则我饶不了他。另一边，你之前听到了什么消息？大人，我之前无意间听连春义和人说，要引您儿子去放印子钱，说只要能将这个把柄握在手里，您也就脱不了他们的掌控了。新仇旧恨加起来，就从现在开始清算吧。你真的听到了这些话？他知道最近儿子时常出门，和县城里的几个公子哥混在一起玩，之前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，现在却不得不多想了。我确定，大人，现在呢，他们计谋还没成功，您可得多做防备啊。咱们县城了以后，可还要您来支撑呢。当朝有律法规定，官员及其家人不允许放印子钱，否则就是重罪。如果被人告并且查出来，他头上的乌纱帽就没了，儿子的前途也断了。依你看，这件事若是真的，本官当如何呢？大人颇有远见和才能，来到我们麻玉县本来可以大有作为，可那连家却不断阻挠，着实可恶。如若大人不嫌弃的话，我这里倒是有一计献上，能让连家先退上一步，等大人您站稳脚跟，就能施展开手段，那时的连家将不足为虑。上来说话。大人您可以先用刑审问乔有福，让对方吐出被人收买指使的真相，有了人证和物证，就好捉拿连春义，将连春义绳之以法。不但可以让百姓更敬畏和崇拜大人，大人想要在麻玉县施展一番作为，收拢民心也颇为重要的。有全县百姓的拥护支持，大人的政令才好实施啊，还能借此试探和打压连家。另一边，三丫头，你过来。奶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，我就不过去了。你怎么只让这小二上2桌菜呀？我们的呢？你们要吃什么自己点了付钱不就行了，不用和我说啊。这陆五郎不是给你钱的，让你带着我们来吃饭的吗？奶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相公说的是为了表示感谢，让请我们的人来酒楼吃饭。你们不但没有帮我们，可还害死了我，诬陷了我相公，所以你们也好意思坐下让我相公请？哎呦，我们可是你娘家人，你们请吃饭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这个死丫头太不孝了。奶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可没听哪个不要脸的娘家人能干出吃外家女这种事来。而且我今天才嫁到陆家，你们就这般作态，这要让陆家的人怎么看我？我又要怎么在陆家生活？
你们到底是我娘家人还是仇人？再说了，我之前就和你们断了关系，说了以后啊，不要再往来，你们也好意思跑过来蹭吃蹭喝，能要点脸吗？大娘大婶们，你们说对吧？对，哪里有这等好事儿？陆五郎是感谢我们才请吃饭的。是啊，你们这些要害他的人也好意思进来想蹭吃蹭喝呀，真是不要脸。三丫今天才嫁到陆家，公婆原本就对她有意见，你们还这般不要脸的让她贴补娘家，不是要将她推进火坑里吗？你们这当奶奶、叔叔、伯伯、伯母、婶婶和亲爹的也太狠心了，也难怪三丫要和你们断了关系，不再往来呢。我看呀，就该这样，否则三丫到了陆家之后，那还能过得了清静日子啊？三丫，你怎么和你奶说话的？快过来，和你奶磕头认错，否则以后你要是在陆家受了什么委屈，可别想找我们帮你出头。你们之前都恨不得我去死，好用我来诬陷相公，现在我都指望不上你们，以后还能指望？我以后要是在陆家受了委屈，回娘家求帮助，所以爹，你呢就别往脸上贴金了，你有不起那玩意儿。行，吃饭的事先不提，你一会儿赶快去县衙，让陆五郎求县太爷将你堂哥放了，不然你看我们怎么收拾你。县衙又不是你们家开的，你说让放就放？奶，不懂律法你就少说这种话吧，否则你们这样的行为真的就是妨碍公务，也会被抓去坐牢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要是不信，你们一家现在就去县衙闹，让县太爷将乔有福放了，看看会不会被抓起来，一并被关到大牢里去。哎呦，都是你这个丧了良心的三丫呀！还有狠毒的陆五郎，害我有福。乔叶就让小儿过来，说乔家人打扰他们吃饭，能不能将人请出去？老乔家人哪里舍得花钱在酒楼吃啊？原本是准备赖上乔叶的，谁知道却被2个小二一起将他们给轰了出去。哎呦，你这挨拳头的小娼妇！公公、后婆婆，你们之前没有帮上任何的忙，现在不会也是来蹭饭的吧？我相公平常上学读书吃饭花的那可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，你们难道连这点血汗钱都不放过吗？你混说什么呢？我们不过是来等五郎一起回村的，可没想来吃饭啊。哦，原来你们不是来蹭饭的嘛。我就说嘛，你们怎么也和乔家人一样没脸没皮的？他奶奶的，太气人了！哎呦，这三丫啊，可真是贴心，太招人稀罕了。乔家人真不是人啊，就这么作践三丫。哼，那个小贱种就活该配这样粗鄙的村姑。呸！你也应该饿了吧？先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啊！多谢娘子。自从亲娘去世以后，乔叶还是第一个真正关心他饿不饿的人，身边突然多了一个小媳妇，感觉好像还真不错。你和我们一起坐马车赶快回村吧，你奶奶他们还等着呢。爹，今天多亏了乡亲们帮忙的，将乔有福押送县衙，还帮我作证，我怎么能丢下他们单独和你们坐马车回去呢？难不成真像是三丫说的，有了后娘就有后爹？嘿，陆庆荣这亲爹根本见不得亲儿子好，我这不是怕你奶奶他们等得太焦急，所以想让你先回去说说今天的事儿，也让他们安心嘛。我看你媳妇儿和乡亲们相处得很好，晚回去一会儿也没关系。公公是读书人，看不上我们这些泥腿子，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同路回去也正常。我们年轻健壮，再走1个时辰回去也没什么。可今天陆家的2位族老以及村里另外几位长辈也跟来了，唉，这一路走来已经很累了，还得回去再走1个时辰。要坐马车的话，也该是他们去坐。我和相公啊，历来是尊老爱幼，所以这车还是请长辈们坐吧。公公，你果然像我后娘说的，是个爱护继妻和继子的好丈夫。马车要留给他们坐，舍不得他们受一丁点的苦。我们是泥腿子怎么了？陆清荣不也是农户出身的？这不过才去县城几年呀，居然就瞧不起他们了，真是忘本。娘子实在是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原本就想着各位长辈们这一路可真是辛苦了，过去这条街呢就有一家车行，我准备雇几辆马车和大家一起回村子里。
哎呦，还是五郎人家想的周全，也懂得照顾老人，并没有看不起他们这些泥腿子。这个镊子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一直跟我反着干？娶了个所谓的被河神庇护的傻媳妇，翅膀就硬了。哎呀，咱们不愧是父子啊，都想到一块儿了。我原本也是想着雇几辆马车，将长辈们和大家一起送回村的。还是公公会说过后话，不愧是读书人。男人们说话，你别插嘴。哎呀，这个死丫头真是太讨厌了。公公竟然嫌弃我，那又为何只想让相公娶我这傻子呢？我因祸得福变正常，公公怎么反而不高兴了呢？哎，相公啊，看来公公还是更希望我是傻子呢。可是和珅大人已经让我恢复了，我再也变不回傻子了。公公不高兴又嫌弃我，那我以后在陆家该怎么办啊？没事，我不嫌弃你，我相信你这么好，这么有福气，奶奶他们也不会嫌弃你的。都说什么混话呢？你变正常了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不高兴和嫌弃啊？可你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喜我呀。我以前虽是傻子，但对别人的喜恶却是比别人更敏感。公公，你可别将我当成以前的傻子了，我已经正常了呢。你，哎呀，真不知道怎么反驳呀。景荣，乔爷可是河神大人庇佑，有福气的丫头，你们家能娶她进门也是一种福气，你们可别不当回事儿，将这福气败了。再说，乔爷也是你为了报乔二牛的恩，主动要给亲生儿子娶的，可别因为一些妇人之言就忘了亲疏有别啊。也是看出来了，陆清荣不喜亲儿子和儿媳妇，怕真被那妇人吹枕边风，想给亲生儿子娶个傻子，以后好做拖累。三伯误会了，我没有不喜儿媳妇儿，没有不喜就行。所以想要有好名声，有底气，背后有支持，那就要好好拉拢族人和村里人。你怕吗？又不是什么龙潭虎穴，没什么可怕的。反而我还挺想和奶奶伯母他们亲相亲相呢。那就好，不愧是我不按照常理出牌的小媳妇儿。哎，我一会儿要干什么你都不会阻止吧？当然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。相公，你真好。娘子也很好啊。你们说的像什么话？你们两个回去之后，好好听你们奶奶的教导，像是之前在县城里做的事、说的话，我不希望再看到了。公公，你怎么一点都没自知之明呢？之前有外人在，我们只能学你一样虚伪，给你点脸。这回没有了外人，咱们也就不用再假惺惺的父慈子孝了。你这后爹做了什么事儿，我相公和我也不是傻子。以后你就好好疼爱你那个恶毒的季氏一家，和他们在县城好好过日子吧。我们的事你就别管了，管了我们也不会听你的。切！你大胆！我可是你公公，你信不信我立即将你说的话让全村都知道？那你就快点去说吧，去看看村民信不信。你要是去说这些，那我就说你被后婆婆在马车上吹了枕边风，你们想要将我这福星赶出陆家，不让你亲儿子好过。而且以你在县城的表现和偏心，你觉得村里人会相信吗？而且谁能证明我说过那样的话？你简直无耻！要论无耻，我可比你差远了。至少我不会为了钱和前程娶老师的女儿当凤凰男，更不会吃绝户拿来养外人，还为了个季氏害亲生儿子。你不管他吗？父亲要是生气不平，尽管现在就去村子里面宣扬一下我们的不孝，看看大家到底信不信。相公，我刚才说了什么你听到了吗？你刚才不是让父亲保重身体吗？公公，我刚才可是好心让你保重身体，我相公能作证呢，你怎么能冤枉我不孝呢？哎，果然我变正常聪明你就不高兴了。你们我们怎么了？让公公保重身体是不孝，难不成要让你赶快去地下去找我亲婆婆作伴，那才是孝顺？放肆！你简直放肆！我要把你送回乔家去，问问他们家是怎么教女儿的，怎么会教出你这种忤逆公婆的女儿？我爹和你一个德行，这还用去问吗？直接看你的做派不就知道了吗？
我这呀也是和你们这些人学的。去吧，你现在就去。这个儿媳妇呀，简直比那些地痞无赖还不要脸和难缠。谁家女子会像她这般？真是气死人了！看看你都娶了个什么祸害回来！父亲，您怕不是忘了，之前可是你非要报恩，让我娶的乔家女，现在怎么变成我娶了个祸害啊？您这样说自己的儿媳妇儿，您县城里读书那些同窗们，他们知道吗？好，你们真是好样的，陆少，看来你对我这个父亲怨气不小啊！啊，今天一成亲，翅膀就硬了。哼，我就看你们能嚣张多久，真当我治不了你们呢？他也知道今儿不是时候，可能真没人相信，所以他忍了。但这口气之后一定会找机会给出了。等有其他人在时，他再激怒死丫头这般嚣张，继续说出刚才那样的话。哼，到时候他非得将他撵回乔家不可。奶，您一看啊，果然就是和蔼可亲的好奶奶。我早就想要有个好奶奶了。哎呀，可惜我的亲奶奶太坏，没成想在陆家就让我给遇到了，咱们可真是太有缘分了。相公，你快将我特意给奶奶买的糕点给拿过来。这小媳妇什么时候给奶奶特意买糕点了？哦，这是她之前在车上吃剩的糕点，难怪乔叶下车前重新包裹之后才又递给她拿着。哦，原来是要演着一出戏呀。奶奶，您尝尝看，合胃口吗？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以后相公去县城的时候就让他给您买回来。奶，你别听他的，这明明是他买给五郎的糕点，现在却拿吃剩下的给你。乔家丫头，你姐姐说的你认吗？这位大姐，您不能因为之前的事情就在奶奶面前对我栽赃陷害啊！这糕点我可是买了2份，一份给了我相公，一份放在怀里，这用我的真心捂着，特意带回来孝顺奶奶的。你说谎！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这每次都空手回来，只想刮着娘家补贴夫家，自己不孝顺奶奶，居然还容不得别人孝顺。哎呀，奶奶，你这个孙女啊，也太不孝了吧！我看她对我后婆婆可孝顺的厉害喽，这却连个糕点都舍不得让您吃。你貌似还真是啊，这个孙女嫁出去那么久了，每次回来都是空着爪子，也没见买点什么孝顺一下自己。我就不一样啦，我和我亲奶奶已经断了关系，以后啊，我生是陆家的人，死是陆家的鬼，我只孝顺您一个奶奶。五郎媳妇儿，听说你之前在县城可没少顶撞忤逆公公婆婆，还将我们陆家的脸都丢光了，你知错没有？大伯娘，你们这是听哪个卑鄙无耻的小人说的呀？这不就是故意挑拨我和陆家的关系吗？之前乔有福还诬赖我相公杀人呢，这不就去坐牢了？哎，咱们可已经是一家人了，你怎么也这样子是非不分，要去相信小人的挑唆呢？大伯娘，我嫁进来之前啊，还听说你是一个贤惠能干的聪慧女子，哎呀，可现在啊，你真是让我很失望呀。这要怎么接呀？这死丫头才是卑鄙小人。哼，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啊！你说再多都没用啊！进入我们陆家，那就得按照我们陆家的规矩来办。二伯母，你的意思是咱们就不用废话了？否则咱们这陆家大门可不是你想进就进的。几位伯母好大的阵仗，我的媳妇儿还不用别的人来管。相公不用担心，几位伯母呢也是爱护我，既然他们不想要多说废话，那我就和他们重新交流交流。忘记告诉你们了，我以前不但傻，还有病。谁要是惹我不高兴啊，我会很难过生气的。我这一生气啊，就忍不住想要砸东西，更甚至是打人。我现在就很生气，那实木大桌子被他玩似的朝着门口砸飞出去。哎呀妈呀！乔叶知道原身力气大，也是天生比常人大不少。二伯娘，你对我好像很有意见的样子啊！我现在很生气，我这个病还没有完全发完呢。为了不影响其他人，咱们还是出去单独聊聊。我不去啊！哎呀，这救我！哎，你快将我媳妇放下来！行，既然二伯都开口了，我自然是要听长辈的。二伯，那我们出去聊聊，毕竟我的病还没好呢。
放我下来！你快放我下来！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，可怕，太可怕了！不是你们让我别废话直接上手的吗？我都说了我有病了，不高兴就会砸东西打人，这不是你们逼着让我做的吗？乔家丫头啊，你快将你二伯放下来！你伯母他们刚才那是跟你说着玩呢，一家人嘛，有什么就好好的说，哪能说一言不合就动手啊？可二伯母让我别废话的，我有病就喜欢说话，别人不让我说话，我就忍不住想要动手。奶，您说到底是让我说话，还是让我直接动手？您是一家之主，我听您的。当然是好好说话啦，乔家丫头啊，以后少动手，多说话啊！奶奶，你怎么还是一直在喊着我乔家丫头啊？我不是都嫁到了你们家了吗？难道你不承认我这个孙媳妇儿？怎么会呢？我就只是喊习惯了。五郎媳妇儿，咱们从今天开始，那可就是一家人了。你先将你二伯放下来，咱们好好说话。行吧，看在奶奶的面子上，这次就算了。奶奶，不过你可得让他们啊，以后都别再惹我生气难过了，不然我会控制不住犯病的。放心，奶奶肯定会让他们别惹你生气的。我就知道奶奶最好啦。奶，我后婆婆他们回来没说我会犯病的是吗？没说呀。那难怪二伯母他们还要惹我生气啊，原来是后婆婆和大姐没说。奶奶你可千万别怪他们，都是我不好，会有这样的病，他们不是故意不说的，他们不可能是想我犯病打二伯母他们吧？乔叶有病，嘿，他们两人回来竟然不说，害他们差点被吓死了。这死丫头张嘴就胡说，我怎么知道她有疯病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奶奶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乔三丫有什么病，她骗你们的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犯病的。你们既然说不知道，那就不知道吧。奶奶，你们就当他们不知道吧，不然我后婆婆不高兴，我公公也要跟着不高兴了。什么叫做当我们不知道啊？说的什么话？这又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奶奶，我们真不知道，我们……行了，还有完没完了？娘，今天是五郎的大喜日子，他们还没有向您敬茶呢，要不让他们先敬茶？好，那就先喝茶。谢谢奶奶。奶奶，您一看就是有福气，要活到长命百岁的。你倒是个嘴甜的。毕竟我这样被河神庇护的福星嫁到你们家来，这不也代表着奶奶这个一家之主也是有大福的吗？这是我娘传给我的，现在呢就传给你了。以后啊，要好好的和五郎过日子，夫妻和和美美的。哼，老太太竟然越过他们这些儿媳妇，将银顶针传给五郎媳妇，凭什么呀？哼，凭什么非得传给他呀？谢谢奶奶，以后等我和相公挣了钱，就给奶奶买金首饰。我看后婆婆都戴了玉手镯、金耳环，奶奶怎么着也要比儿媳妇戴得更好才行。我公公不给您买，我和我小相公以后啊，就多买几套金首饰给您戴着玩。她这个婆婆都没有戴过这些贵重的首饰，老媳妇这个败家娘们儿还就先戴上了。娘，你不要误会呀，这不是相公给我买的，是我娘家给的。是啊，这是我们成婚时玉家给婉之压箱底的嫁妆，今天也是因为五郎要成亲，他高兴才拿出来戴的。我以前听后娘说，我后婆婆娘家是破落户，她嫁到城里才扒了娘家好过了一些，不就是因为补贴娘家才被小叔子一家赶了出来，还不让她带值钱的东西。接着因为嫁给了我公公，这才又扒了的娘家得了利，日子越来越好。以前的破落户也能买得起玉镯子和金耳环，这么贵重的首饰吗？那咱们陆家还能补贴养着玉家，岂不是村里面最有钱的人家啦？哎，这个死丫头啊，
他们就说这乔傻子怎么变正常之后那么伶牙俐齿嘴毒了，感情都是从他后娘嘴里学来的吗？你闭嘴！敬茶就敬茶，哪里来的这么多话？嫁入我们陆家就要守妇德，不要搬弄是非。我怎么搬弄是非了？公公，人家都说女生向外，没想到到了你这儿就反过来了，娶了媳妇儿忘了娘。你这啊就是其中的翘楚。我后娘说，你为了让狐狸精高兴啊，可没少补贴帮助玉家。玉家做生意都是靠你拿钱扶持起来的，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后婆婆嫁到陆家来，那就是陆家的人了，怎能花着陆家的钱去养着娘家呢？我就绝对不会去拿陆家的钱去补贴娘家。连我这个傻子都懂的道理，你们居然都不懂。要说不守妇德，那也应该是后婆婆吧。我后娘还说你和老陆家的人都傻透了，给玉家当奴隶使呢。哎呀，娘！天哪，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儿媳妇呀？一进门就教训吴千琪我这个婆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娘，不是她说的那样的，我从来没有过。这又不是我说的，是我后娘和村子里的妇人说的。他们还说这些都是听你娘家村子里边那些人说的。要不信，奶奶，你们可以去玉家在的村子问。我后娘说的对，后婆婆就是后婆婆，我这才进门就诬陷我。你嫁到了我们陆家来，就是陆家的媳妇儿，可别什么都想着娘家，傻子都知道的道理，希望你也能明白。婆婆教训的事啊，儿媳记下了。媳妇确实没有补贴娘家，反而是这些年我娘家人做生意反过来补贴我的。那些村妇啊，就是羡慕嫉妒我嫁了相公这样的厉害人，才胡说八道污蔑我的。娘，你可要相信我才是啊。娘，您别听那些小人胡言乱语。婉芝的哥哥这几年在县城做生意，反而补贴照顾我们家呢。那些人啊，就是羡慕嫉妒才搬弄是非的啊！您别信。老五要真拿钱去补贴玉家，那岂不是拿的是宫中的钱呐？凭什么呀？村子里的那些妇人确实是喜欢嚼舌根子，这次我相信你，但是你呢，可别让我们失望才行啊。我们全家人呐，都还指望着老五考上举人，更甚至考那个什么进士，当官来着。你和你们玉家可不能拖他的后腿。娘教训的是啊，我和娘家人肯定不会拖相公后腿的。哼，等我将来飞黄腾达的时候，看着老太婆还敢这样对我娘不？原本是要办喜宴的，可因为之前出的事情，人都走光了，现在这个点儿也办不了了。你们又已经在河神大人和村里人的面前拜了堂，成了亲了。我也喝过你们的茶了，这亲呐，就正式结了。你们今天又是落河，又是去县衙的，也累了，就先回房休息去吧。好。还是奶奶好，会体谅小辈。那我就和相公去休息啦。等吃晚饭的时候记得叫我们啊。这死丫头的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。放心，吃饭会叫你们的。这乔三丫进了门，不应该是她好好表现做饭吗？怎么现在还带我们几个婆母吃饭伺候啊？不过这会儿啊，谁都不敢再出头说这事儿，怕死丫头又发病。这死丫头不干活还要等着吃，那几个轴爷的性子怎么能够容下她？相信没几天这陆家呀就要闹起来了。相公，娘，今天的事实在是太丢人了，我被五郎媳妇气的，哎呀，这会儿胸口有点疼。我先带婉芝他们回县城了，过几天再来看你。那要不然你先回房躺着休息一下，这又要去县城，多累呀。我想去县城的医馆看看，明年我还要去考举人，不能在这关键时候气出病来啊。所以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哎，行吧，那你现在就去县城看看大夫，回去之后呢，好好的照顾你丈夫。是娘。
你那儿媳妇儿之前就是个傻子，什么都不懂，都是听他那黑了心肝的后娘说的。你呀，就别气了啊！我才懒得和他一个傻子计较，只是今天他当众顶撞我，让我们没少丢脸，才被他气到了。我回去之后还得买点好的食补下才行。那你们把买的肉菜带回去吃。也不用都拿着，留点给娘也补补身子。我身体好着呢，不用补了。你明年要去府城考试，现在就得好好的补一补，还不快去给老五家装肉菜去。娘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。行，你赶快去找大夫看看。他要带走的肉菜你没花钱吗？没花呀。行，你没花钱，那就让他们啊最后再带这一次回去，一举三得啊，完美。还得多谢渣公公和后婆婆的贪心呢。你现在嫁给了我，我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你想做什么就随便你，我就是你的依靠。好啊，我相信你。不过我也会和你一起并肩作战，咱们一起努力过上好日子。